就是当然就是先坐下来打开电脑，然后面对荧幕，然后可能先花点时间看看昨天做的字，然后因为有时候就是隔了一天之后看的话，那个字又发现有些小缺点可以调出来这样。那如果看完之后，然后再调完之后就开始做新的字，就是一样就是重新再组字，组新的字，扩充的字，所以就是其实主要就是每天就一直在扩充新的字，然后当然从每个遇到新的字就会学到不同的东西，笔画可能会发现说遇到个新的笔画怎么去调整它，然后它可能有跟其他字怎么去搭配，然后看起来和谐协调。那它的那个撇画力度是不是跟其他的字有做匹配？所以这些都是很需要去每天去接触、学习啊、调整。那大概每天就是一直在扩充那个字数这样子。最好玩的地方哦，就是当你设计你自己满意的字的时候，你会非常开心。就是说当你设计把一个很难的字，然后你设计到你自己觉得很满意，你会觉得这个满足感是蛮高的，这是最好玩的部分。最无聊的部分是，当你应该不是说无聊，是很痛苦的部分。当你一个字想要设计好，但是你设计不好的时候，这是最痛苦的时候。就是说，你很尽力的想把这个字调好，但是其实有时候就卡到，你花再多时间也调不好。其实那时候是很痛苦的。做文字的步骤的话，首先要先决定说你做字的风格是什么。那这个风格的话，就会影响到你怎么去设定这个字的框架大小。像是如果要做比较优雅感觉的话，可能你会想要做个长体，就是比较属于细长的字。那这样它的字面的话，是可以设定成是站立的长方形。好，那有了框架之后，那开始说你要怎么去设计那个字。那其实我觉得字体设计的话，3个元素就是骨头跟肉，还有空间分布那个布局。所以就是骨头就是骨架，那就是笔画它的曲线的那个曲度，或是它的每一条笔画是分配在哪个位置，这是骨架。那就开始长肉，那肉的话，像是黑体的话，就是从骨架直接长一个均匀的宽度，那就是黑体。那明体的话，可能就是骨架长一个属于明体它的特别的既有的那个造型。空间布局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因为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空间布局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些地方太空，然后相对有些地方空间留得不够，那就会造成这个字可能会有歪扭，或是它可能会有重心高低不一的情况下，然后当你在做出很多个字摆在一起看的时候，所以其实做字的步骤就是大概这样，就是先决定框架，然后有骨生肉，然后再注意调整空间布局，大概是这样子。最基本的标准字，像是简单的10几个标准字的话，像是永东国仇、爱与礼义，还有一些像是1、2、3的3，或是力量的力之类的。那为什么要用这些标准字呢？当然有它的原因，像是仇跟音就是汉字数直线笔画最多跟横线笔画最多的字。那东的话可以看它的中宫，然后国的话就是可以用东跟国可以决定它的那个粗细的单位，这个字要先做怎样的一个粗细，要用那个东跟国去做那个标准这样。那之后的话，就这10几个基本字有了之后，也可以再扩充到300多个的那个基本字。那300多个基本字要扩充的就是各个部首的写法跟更多的那个笔画，可能那个涵盖在里面这样。那有了300个基本字都把它调整到最好之后，那就可以再更扩充到几千几万个字这样。300字之后就是比较量产阶段。量产阶段会是把这300字扩充自己，也就是说扩充到7200字，然后之后再把13000字给补上。对，这个大概就是整套字的程序。那
当然最后完成，我觉得字型发展到7000多字的时候，我们第二个会去考虑的就是欧文的设计部分，欧文怎么去搭配。那我们会先从几个既有的欧文字体的搭配上面去做筛选，然后选定我们想要的 style 跟走的方向，然后再去做欧文的设计。对，那欧文英数字设计会是在中文部分进行到常用这部分进行到完成以后，我们开始会加入的。当然，这个扩充的过程是很难的，就算是一个人做的话，他做一年之后，可能也会有那个风格，觉得风格好像很难跟1年前维持一样。那更何况是我们如果是更多个人一起在合作做一个字的时候，就会有每个人对于笔画的美感不同，空间的分配的美感不同，所以就其实不停的讨论跟做修正，然后互相印出来看，然后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扩充的字数上面要花很多时间去统整的部分。其实字形工具一直是中文设计很大的门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在中文字形设计公司，例如说华冈文笔，他们发展工具自己的造字工具跟理论都已经20年，那也申请了非常多的专利，所以这个门槛建立起来以后，其实相对也让想要投入中文字形设计的人不容易进入这一块，因为懂设计也不懂工程，你很难自己去发展一套这么完整的设计工具。但近几年其实进步的蛮快的，尤其在像我们目前设计在使用 Glyphs， 它其实评价上面跟使用界面和容易度都已经某部分功能都已经胜过中文字形设计公司20年的累积。我觉得这一块蛮值得被称赞的，也就是说，它很大缩减了在设计师想要设计中文字形的门槛，这个门槛已经跨过去了，所以我觉得非常好。也就是设计一套字形，虽然字数是一样多，但是你可以用更方便的工具去设计。如果你想投入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点。它从1代的时候就有很多非常好用的功能，比如说你拉一个字，你可能先有很多的节点去把它的曲线拉完，可是到后来你满意那个曲线了之后，你在删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你删掉节点还是会尽量的维持住那个曲线的造型。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删节点的控制线什么之类，那个都很方便的功能。所以其实它在于节点的调整上，真的比Adobe 的 Illustrator 还要有更方便的一些功能去帮助你调整那个笔画，再拉那个贝字曲线这样。我觉得 Illustrator 是你如果拉几个标准字是可以用的，很方便的工具，因为设计师大部分都很熟悉。但是它很大的缺点是设计一套字需要编码，需要衡量整个字形的宽度、统一值、baseline 等等。你宽度设1024，1000乘1000，这个宽度值在 Illustrator 你其实没办法去统一去设定。那这个地方如果Illustrator处理起来就相当麻烦，你必须转成另外一个格式，然后才能汇进字形软体里面。那倒不如直接用字形软体去做设计，我觉得是相当不同的一个设计概念。那字形软体的设计出发点是设计一整套字，所以它会给你很完整的一个设计的面板。例如说，它设定这个框架是1000乘1000，那你怎么在这1000乘1000之内去设计好你的字形，然后一整套字形可能看下来，你必须要能够去排版、试排这样的一个排版效果，然后排出来适应这样的一个印刷效果，在笔画的灰度上面是不是均匀，所以这个等等的功能 ，Illustrator 必须逐个去处理。那但是你很难去做混排，你可以设计5个字排列这样，但你很难去5个字综合的排列。例如说这个字在前面打出来的效果怎么样？但是真正的造字软体是可以做到的。
最难的应该是发想，就是字形的发想跟笔画设计。我觉得这个部分会花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去确认你前期的笔画，还有确定一点你的市场是不是存在。我觉得这一点在初期是要花整套字形前期至少要3个月到半年的准备期，去厘清你这套字形的定位。我觉得这是最花时间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试作，试作就是你把整个笔画给定义下来，试作的初期几个字，调整幅度是相当大的。也就是说，这些字形在定案前的一些测试，你这个笔画到底是要切角，还是切角是切哪一边，还是说你这个笔你是要当内文字设计，还是标题字设计？那我觉得这个在定义上面争论就很多了，就是说彼此的讨论跟互动是要花很多时间。花最多时间也最难的部分，在造字上面，那就是你要如何去观察跟修改这个字的缺点。对，这是一个需要经验去累积，然后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去调整，慢慢去看的一个事情。而且像是在观察字体的时候会有盲点，就是你面对一样大的萤幕的话，然后有时候又把它放到很大，其实很难去看那个细节，就是有什么缺点。当然就是可能用各不同尺寸，甚至印出来去看，然后互相讨论，请那个别人一起来看这个字，都会看到你没有注意过的缺点。所以我们每天打开电脑在做字的话，一个字，像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就字就这样笔画就这样凑上去，但其实凑完之后要怎么去修改，这真的是一个关键，让那个字看起来更美这样。所以每个字就会遇到不同的粗细调整问题，也会遇到不同的空间，笔画骨架怎么去弧线要怎么去长，然后要怎么去切开那个空间，分配那个空间。对，所以就其实像有时候我们以做字来说好了，一个字它宽度可能设定为1000个单位，有时候那个节点甚至移动1个单位或是2个单位就造成上那个视觉上最后切角，感觉就变得比较合理跟比较美一点，就真的是那个修改是非常细微的，所以每天就是花最多时间在于就动各个不同的节点，然后稍微调整一下下，然后这个曲线看起来比较美一点，然后这个点改一点点的位置好像比较合理一点，就是每天在调整。整个最花时间其实在后半段。后半段就是你整套字体真的完成，但是你要 Q 好，我觉得这是会花非常多时间。就是说你字可能做好了，每个人都做出来，但是你满不满意，要调到你满意再出去，这个花的时间甚至会比你开发出成品这个，因为我们字可以知道，第一个字你设计开始到最后一个字，可能很多人做风格不统一，你要不断的去 Q 到你满意，可能中间要花3轮以上的时间。就是说，你可能第一个字调到最后一个字，问题是，你确定宽度都一样吗？确定品质的标准都一样吗？其实是不一样的，即使同一个人。所以变成说，一个人到最后，我觉得同样至少要 run 3轮，这个 quality 才会算一套好的 quality 的字型，才可以出货。所以我觉得做完是一个阶段，所谓做字设计出来到完成，这个大概花的时间至少1倍以上，所以那个是最花时间。很好玩的是，像我那个3年前刚要去想说，我想要学字体设计，而且甚至以这个来当做一生的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听到说，去学字体，大家都是一个疑惑这样。不过像近年来大家都稍微有一点概念之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工作。那就的确这个是一个我也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一个设计工作。但是我觉得字体设计来说，比起像是设计师来说，他可能更多成分是像是在慢慢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职人，就是怎么去每天生产字，然后要达到一定的品质，然后甚至这个造字的技术跟一些功力，然后慢慢的在晋升这样子。那当然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一字一声》这本书，因为里面就很多设计师的前辈，就是字体设计的前辈，在讲他们的那个工作，跟他们觉得说造字的责任感。那其实字体造字的话，
不仅像是我们就是提供的素材给设计师，更多有创意设计师在用他们作品上，或是拿来做于书籍的排版，或是设计运用等等。那责任感是有的，像比如说外面的招牌，那可能会用你的字体去做设计。像市面上有些字真的是就先不提抄袭的问题好了，那可能他有时候不仅是抄袭，他可能是甚至把它改得更丑，因为他只要觉得说他稍微动了一个笔画，那就变成他们自己公司的字体，而且也不会有被追溯那个版权的问题这样子。那这种比较有瑕疵的字体在外面招牌上看到的话，其实你就会觉得说，明明字可以设计得更漂亮，那为什么会有一些这种比较看到缺点的字在外面这样？那所以其实做字就是还是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就是说你做的字有可能会在外面污染这个视觉环境。那有这种谨慎性的话，你真的是要更加倍的小心在于造字这个工作上这样。你会怎么样用一句话来形容字体设计这个工作？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好难哦，或2句话、3句话，反正就是用你所这个问题大家都先笑，对，能够想到，你所能够想到最简单的解释方式。这句话跳过，太难，我看这是一个需要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工作。我不知道这份工作很难形容。第一个，赚不了大钱。可能可以赚钱，但可能不是现在。那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你得到的掌声也不见得会非常多。然后，它虽然不赚钱，但是它很必须，是需要有人投入，而且有人经营的一个工作。因为目前这个职位跟市场，其实对台湾而言，其实相对而言非常重要，但是没有人注重。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鼓励大家加入、一起参与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必须要一些有点类似佛教的发愿，你必须发这个愿去完成它，然后去执行到完成。